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面瘫脸来学学沉香如屑，诚意用假笑告诉你什么是真演技。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的话题——面瘫脸。别急着划走，这可不是简单的面部表情缺失，而是娱乐圈里的一把双刃剑，用好了，那就是角色的灵魂；用不好，那可就成了演员的黑历史了。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，可是凭借面瘫脸在《沉香如屑》里大放异彩，他就是程毅。说起程毅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在《琉璃》里的雨丝凤，那个深情又执着的角色让人印象深刻。但这次在《沉香如屑》里，他挑战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应渊，一个看似高冷淡漠的仙界帝君。哎呀，这角色可不好演啊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成了木头美人。但程毅呢，他偏偏就用了这张面瘫脸，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演技。咱们都知道，面瘫这个词在娱乐圈里可不算是个好词，很多时候都是用来形容那些表情僵硬、演技尴尬的演员的。但程毅呢，他愣是把这个词给洗白了。他饰演的应渊，虽然面部表情不多，但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都透露着角色的内心世界。这可不是随便做做就能行的，得靠真功夫。记得剧里有个场景，应渊和严旦出狱，那时候他的眼神啊，警惕又疏离，就像个高高在上的神仙，看不起人间的烟火气。但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哎呀，这眼神可就变了，变得柔和了，变得有温度了，就像是被严旦的善良和真诚给融化了一样。这种变化可不是靠挤眉弄眼就能演出来的，得靠内心的感受，得靠对角色的深刻理解。说到这，我就得夸夸程毅的眼神戏了。他的眼神啊，就像是个万花筒，时而凌厉，时而深邃，时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。就算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你也能从他的眼神里读出角色的内心活动。这演技简直了！光有眼神戏还不够，程毅在处理应渊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可是下了不少功夫的。他深知真正的面瘫，不是面无表情，而是内心戏的缺失。他选择了一种克制而内敛的方式，去诠释角色的复杂内心。这种方式既保留了应渊的高冷形象，又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应渊这个角色可是经历了不少变故，从高高在上的帝君，变成了一个双目失明、身中剧毒的普通人。这种转变对程毅来说可是个巨大的挑战啊！他的抛弃之前面瘫的表演方式，用更加外放和富有层次感的演技去诠释角色的内心转变。哎呀，这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！但程毅呢，他愣是出色地完成了这个挑战。他用细腻的眼神、颤抖的语气，以及一些微小的肢体动作，将应渊的痛苦、挣扎、无助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特别是当他得知自己时日无多，不得不狠心拒绝严旦的爱意时，那种心碎和绝望，隔着屏幕都能让人感受到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而只是一个渴望爱情却又无力守护的普通人。这种转变，这种情感的流露，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不过啊，说到程毅在《沉香如屑》里的演技巅峰，那还的是那个假笑的场景。哎呀，那个场景啊，
我可是看了好几遍都看不腻。当时严旦为了让应渊开心，特意为他做了一个秋千。他天真的希望应渊能够像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荡着秋千，忘记所有的烦恼和痛苦。但应渊呢，他内心五味杂陈啊。他渴望与严旦在一起，渴望拥有这份简单而纯粹的快乐，但理智又告诉他，自己不能拖累严旦，不能让他为自己担心。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交织下，应渊露出了一个笑容，但这个笑容啊，却充满了苦涩和无奈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中却带着一丝躲闪和忧郁。这个假笑啊，真是程毅在整部剧中演技的巅峰之作。他用一个看似简单的表情，将应渊内心的挣扎、矛盾以及对严旦的爱而不得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一刻，观众才真正明白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演技，不是浮于表面的挤眉弄眼，而是将角色的内心世界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传递给观众，引发共情。看完这个场景啊，我真是对程毅的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，面瘫并非演技的绝症。只要用心去揣摩角色，用真情去演绎，即使是面瘫脸，也能演出影帝级别的表演。这演技，这敬业精神，真是太让人敬佩了。说起来啊，程毅从琉璃到沉香如屑，他的演技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啊。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角色类型，而是敢于挑战自我，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。这种勇于突破的精神，这种对演技的执着追求，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小伙伴们，如果你们还没看过《沉香如屑》的话，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啊！这部剧不仅剧情精彩，演员们的演技也是杠杠的，特别是程毅啊，他的表现真的是太让人惊艳了。看完之后啊，你们肯定会像我一样，对他的演技赞不绝口。小伙伴们啊，你们对程毅在《沉香如屑》里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呢？是不是也被他的演技给折服了呢？快来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观点吧，咱们一起聊聊这部剧的那些精彩瞬间。记得点赞关注哦，咱们下次再见。